这一集来讨论斜坡形态。这斜坡形态在市场上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说它算是一种在分析上面、交易上面的一种理论。那我们这个先来看一下啊，到底这个斜坡形态是什么？它主要是利用费波那契的这种回调，构成交易策略一部分的一种图表的形态。那使用这个斜坡形态的目的，当然它是想要去预测未来市场的动向，包含说是不是行情要反转。那首先第一个大致上来讲它有这么多七大形态，什么 A、B、C、D，什么蝴蝶、螃蟹、鲨鱼形态、蝙蝠形态，这个有去看过的人大概就知道，就是长这样，这个。那我们接着进入到举几个它的实际的做法了就是说，比如说 A、B、C、D 形态来讲，它主要是在利用 AB 等于 CD。那么这个 AB 等于 CD 讲的是这里如果有个高点 A， 从 A 跌到 B， 反弹到 C， 那接着它去预测这个 D，A 到 B 反弹，这个 C 原则上就是回撤拉回到这个 AB 线段的0.618。那接着再跌下去呢，这个 D 它预测的位置就是1.618。那在这个当中，它会认为这个 AB 这个跌幅会等于 CD 这个跌幅。以比例来讲因为它这个都是一个比例，那以目前来说，跟早期不一样早期你要在一个 K 线走势图上面自己去算这个0.618，不是太容易，因为你要一直去算。那目前很多软件它倒是有专门给你画这种 A、B、C、D 的一种走势图你找到 A 点 B 点，然后 C 点，你当然是可以移动就是看你要怎么移。我倒没有用那个软件画给你看因为今天的重点不在于说这个斜坡形态，然后教你怎么用，其实不是我只是要跟你讨论一下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你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它，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过只要这种交易把这个费波那先生扯进来，就是费波那的回撤啦这一类扯进来，其实你都要特别谨慎当然，我也不好去跟你讲说这个不好用或不能用。你有办法用的话，你想要用，那你就用那交易的方法，你说什么比较好或比较不好？话讲回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不好啦就一条线趋势线你懂得怎么用，其实也够了。不要说画这么多条，只是说这个会变得它好像有一点复杂，因为这里反弹0.618下来又要等。那其实你看这个图我们先看这个图，上方我们不管它只是在解释说你找到这样一个 A 点 B 点反弹刚好来到0.618，那你可以预测到说它来到跌下来的低点的时候，它这个是在利用这一种状态去认为下跌的趋势可能要反弹了，或者要往上，因为这个是在往下所以它是认为这里同等的比例会停。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跟你讲，有时候有人在讲这种行情，拿着 K 线图跟你解释，不管是讲什么比特币很容易你会看到，他虽然没有跟你讲什么 A、B、C、D 的形态，或者什么蝙蝠形态，也许他没有这样讲啦。因为那一种你在交易里面，简单的例子如果你要去找这种找这种样子就简单 A、B、C、D 这样。请问你如果在一个月的这个股票走势图，你容易找到吗？其实不容易因为你这样一画这个 A、B、C， 光这样 A、B、C 可能在月的走势少说10年
你要找到这样，可能10年、5年，你才能找出有这个 A 点高点 B 的低点嘛。啊，你还要符合这个反弹，可能还要0.618，所以通常这种都被用在哪里？短线交易大概就5分钟的行情走势，因为你会看到比较多的 K 线，它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排列组合，你比较容易去找到符合你想要找的这种样子。但是这个再看下一个，我们再看一个好了，这个比如说它是蝙蝠的形态。那它这个多出来变成5个点，5个点那它从 X， 比如说这起点从这里 X， 这个 X 低点到 A 一个高点，就刚刚是4个点，现在变成5个点，从 X 到 A， 接下来往回跌到 B， 那么这个 B 的距离就是这个 XA 这个长度的0.382或者0.5，也是费波那契的回撤，在这里停，然后再反弹，走 C。那这个 C 呢，通常又是以前面这一段下跌为计算的基本单位，反弹0.618，但是你不可以大于1。那大于1就跑到 A 上面了，所以这个当然不能，就是说他认为在0.618这里然后有这个动作下来，你发现行情反弹拉回0.618，再反弹 C， 然后回到0.618，接着呢再来低目标位又是什么？这个 XA 的0.886这里了。这虚线有写0.886，就是说如果它长这个样子，跌到这里停，那么他认为这个图形，他会判断它是要反转，就是要往上做了要买的意思。当然前提你要有 X 有 A 有 B 有 C， 至少这几个幅度，可能你要去找到 K 线图上面，前提这几个都要符合，再来还要符合这个。那首先这个我们先不在这里讲它对错这个因为你要拿这个图去比对行情，这个你可能就要慢慢去比对了。为什么？因为刚刚跟你讲这种图形可能你要去研究它它有各式各样。这个比如说 XA 往上的，或者 XA 往下的往下跌反弹，往下跌反弹，那么再超过怎么样有超过 X 的，或者没有超过 X 的，这个形态的种类，你把它全加起来，你要去你的图形 K 线图上面找到类似的，其实也不难，除非你的周期找的是像这种周或者月，你就不是太容易，除非你在交易的商品有各式各样，那你就到处找通常是这个啦。那在这里呢，我也只简单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像它这个图形，这行情这样走，好，那假设这都符合，我们先假设这些点位，这5个点都符合你上面的条件，假设都符合，你去买好，往上拉，那么你认为这个往上拉肯定会超过 A 吗？一定吗？其实很简单的答案，当然不一定，因为不可能说你找到这样，然后就买进去就稳赚不赔，没有道理啦，不可能啦，因为你要符合你那么多的这种类型，其实是反而容易找到。你如果只是要找一种，就这个 A、B、C、X、A、B、C、D 你单纯要找一种可能还少一点，但是如果 C 超过 A 呢，它又是另外一种形态那如果 D 跌破这个 X 呢，它又是另外一种，所以基本上已经包含到很多的种类，就是容易找到。但是在这里面呢，其实你在这里如果以这个来讲，以这张图单纯来讲，
不管它这个0.382还是多少了，就不要管了。以这里来讲，这 C 没有过前高，那么它前波低点在这里 B， 那它又跌破前波低点，但是呢，它没有跌到起涨。如果 X 算成起涨点，假如这是一个起涨点，涨到 A 拉回来，跌回 B， 反弹不过 A。再跌回来，但是它还在这个 AX 的中间。这个其实就在讲什么？就是简单讲哦，如果 X 涨到 A 这一段，那么后来它开始修正，走 B、走 C、走 D， 但是这个 D 它只因为这个波动，它只来到 0.886， 那么认为这个大概就满足这个条件。如果前面 B 跟 C 都符合的话，他认为这个还会再往上涨。不然就不会去买。反过来，同样这个图如果倒过来 ，X 跌到 A， 就是从这里算主跌好了，起跌点哦，跌到 A 反弹到 B， 那 0.382 再来一次，你这个 C 不能再跌破前低哦。所以我们先不管它斐波那系数是多少，就是你再回跌再拉起来又过这个前面这个高，但是它真正的起跌是在这里。所以你从 X 跟 A 去看的话，代表什么？这个 B、C、D 是不是3个动作？3个动作。接下来我要跟你讲这个动作，因为你光看这些图形哦，你会绕进去绕不出来。所以今天既然要跟你讲这个斜坡形态，那我们就把重点拿出来讲。但是要讲重点以前，总是要把这个先稍微破解一下。简单去看，从 X 跌到 A， 接下来它这个画半天的意思是在告诉你什么？反弹 B， 再来一次 C， 2次啊，再来一次 D， 是不是3个动作？但是这 D 跟 B 跟 C 它都还在这个范围里面，那对 X 跟 A 来讲，对他们2个来讲。这你要看这个，你要这样看哦，你不能被它绕进去，就是真的在那边转这个 0.382， 那你这个太难研究。简单讲就是从 A 到 X，A 到 D 这一段，其实就是什么反弹。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反弹，只是这个反弹 A 到 D 的反弹，它的过程走了3个动作 B、C、D， 对吧？没问题啊，因为你如果都没有什么这种波动的基本概念，你在看这些什么蝙蝠形态啦、什么斜坡形态这一类啦哈，不管它这个 C 有没有超过 A， 不管哦，那你在看，其实你会被迷惑。再讲 X 涨到 A， 从 A 到 D 就是一个拉回，他要再往上买。表示他认为这是一个拉回，只是这个拉回的过程，他走了什么？走了3个动作 B、C、D。那你看过基本教学的人，大概对这个波动，理论上你要有一点概念了哈，除非你只是随便看一看。这个我们在基本教学最基础就有跟你讲，一个行情的波动，它下面等级会来3下，会有3个。那其实这个意思其实也一样。如果这是一个60分钟的图，60分钟的走势，那么表示你去日看日线，可能这个刚好是一段日拉回的什么？如果在这里可以买的话，那么它要有什么条件？这里如果你买对的话，这拉回来买如果是对的，那么在日它肯定是1拉回的2。在60分钟，你看到它走了这样，对吧？走这样，如果以日来讲，它接着走3，当然你去看，可能会看见，这 X、A、B、C 也许都符合，也许也不符合。也就是说，在这里要告诉你，你看到长这样的，我们先暂时这个 B 让你跌到这里好了，好不好 ？C 也不要到你讲的0.382，也不要。低也不要你讲这里啦，可以再低一点。
假如这几个点都不符合你上面的条件，难道我去买就不会涨吗？照样涨，照样涨。所以这个才是我要解释，帮你解释斜坡形态。我没有说它错，而是在告诉你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我不符合你这些呢，我就不看你这个啦。简单讲啊，我也不去测你这个回档是0.382还多少，我也不要。我不那么麻烦，但是我一样照样去买，看起来是这个样子，但是它是对的。反过来讲，如果照你这个意思，我都不看，如果都会对，那我如果把它严格一点，就是你要0.382、0.886哦，你更严格，理论上你是不是要肯定胜算要比我高才对？但是可能不对哦，因为它这个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根本的波动原理，那么它可不可以这个低有啊？反弹之后呢，搞不好连 V 都没过，接下来就破你的 X， 可不可以？可以啦。但是如果它这样走，那么对这个斜坡形态来讲，它会又变成什么样？你可以换一个地方看的啊，就是我不看这里了，这 B 我也不看，那我可以把 B 改成什么 D 这里，变成 B。因为这个没有一个定数，你可以 B 放在这里，如果不符合你的0.382，可能它可以再找到隔壁的 K 线，再找一个低点，再找一个啊，如果都没有，那就找别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上集再跟你讲，我只是跟你讲这一些形态的东西，当然很容易，你要知道，它就是在讲形，这个形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像这种形态，哦，什么蝴蝶，好了，蝴蝶，你看是不是从上面跌，然后再来这个 C 没有跌破前低，再拉出去，这个超过 B， 好了，那他认为这个比例，如果照这种比例，哦，它有一个百分比，有一个这个什么0点几1.618这种，然后 D 这里空，你那么肯定？这些符合条件，你去空就对吗？有可能是错的。你的空有可能是这样，短时间也许真的有往下，但是你这个往下的意思是不是会跌破这里？有可能不会哦，有可能根本就怎么样？根本就没有啊。你认为它下来，其实它没有，后面大涨，这有一大堆案例啊。你可以反过来去找到这种都符合的，但是结论大涨。你可以找到，你也可以看到他失败的，就是很多人去看这个哦，后来会觉得这个不能用，为什么？因为他去比对以后，好不容易比对出来了，因为这很多哦，所以他好不容易终于发现，这几个点都符合，结果进场空错，进场买错，他就会跟你讲说，有人会反过来说啊，这个不行啊，这个失败率太高。在这里，我跟你讲是说。不管你是这样去看去用，你都还是在什么？你说他错的人，你说这个很多都会失败，当然会失败。为什么？因为你去判断他还是在看这个形，所以你当然会有很多是失败的。好了，那这个接下来呢？既然要把它讲清楚，你要把它破解，你要讲出一个根本道理。否则你只是我来教你说来，你看这个 A 怎么量 ，B 怎么量，其实你也不用量啊，那个你就拿一本本子，知道吗？这个你要抄下来哦，这些数据都不一样哦，什么样的形它是有跌破，有些是没有跌破多少，有些是比例要多少，那你要拿一本本子去抄啊，哦，你不可能真的背这些东西再来。也就是说，接下来你要了解基本是什么？根本上哦，你应该学的不是那个形，你不要去那个不是在考试说，我今天要考一个，明天要月考这个数学的某个单元，然后我就临时抱佛脚啊，赶快把那些案例套一个公式，赶快算一算，然后明天反正就考这一章哦，那我就照这个计算的模式去套。那当然你也可以，但是最好不要那样。第一个，你真正要理解的，既然在讲波动，讲形态，对吧？那你波动它什么形态？波动什么形态？这里你一定要知道，不然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说你去看蝴蝶，有道理吗？不是，那蝴蝶比这个复杂吧？基本的波动你要知道就三个，
3个基本的动作，这才是你真正要知道。如果你在讲这种什么斜坡形态的人，你最基本你都不晓得，你只是一直在讲 A B C D， 一直在讲什么 X 到 A 之后 B 怎么样，那你这个就没有一个根本的东西。这个动作3个动作就是上下上，不然就是下上下。那如果以这里图形来看，你如果是这样就是上下上，不然就是反过来就是什么下上下。那你再来这里你要知道啊，如果你看这个上下上太复杂，其实简化就是101010，就是你电脑代号啊。我们在基础教学其实我有讲过哦。那当然今天这个有很多人，至少一半的人他是没有看过基础教学，所以我会接下去是要告诉你说，你要去研究什么斜坡形态，基本上第一先不要研究那个，先请问一下，一个股价的波动作包含 K 线，一根 K 线能不能表达什么？一根不能表达什么。一根 K 线单独的一根 K 线，你去研究它是长红棒还是什么这个什么形，有下影线很长的什么冲天炮啦，你去研究一根 K 线有道理吗？我告诉你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如果你说3根 K 线，那还讲得过去，3根啊，不管这3根怎么排列你3根可以都红的，也可以都绿的，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没有3，基本上你就不要研究。所以后来也会有人把这个东西，把它又加了一个名称。有啊，后来都有人在加这个东西，把它改成什么？就 N 字形，因为这长得像 N， 英文字母的 N 字形然后就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N 字形的一个理论又跑出来。学习东西最好不要这样，你应该越来越简化，而不是你拿着各种的名称名词把它套进去，然后又变成一种理论。其实根本都不需要，因为它就代表什么上下上。就是在讲这个动作嘛，它总共最多也就2种动作，那这2种动作又是什么？你还要知道不然你光这样，你这个基本是这样没有错，那你能不能利用这2个图形基本，然后去赚钱？请问你可不可以？如果不行就假的，懂吗？还要买一本书回来在那里研究什么 N 字形的什么理论，我告诉你那就假的。我直接就跟你讲，那假的啦。为什么？你扯一大堆，还能写成一本书？那我这3页算什么？接下来我会证明给你看啦。你就光知道这个道理，光是台股你自己去找一堆股票，你什么都不用懂了啦。你还懂什么均线？你也不用懂啦。但是你的根本你要先知道这什么意思。所有波浪理论都从这里来的呢。这3个你都不知道，你跟我讲什么第5波，然后下跌3波，我跟你说啦，那个你怎么去比？你去找5个学生来，同一个老师教的波浪理论，那5个你去比对一下台股，就现在来，你跟我算，就现在就好了啦。他走什么波？你不要跟我讲月，那个太少了你进去5分钟看，来数给我看，你看你怎么数？5个人数的都不一样。只要都不一样，那个就有问题啦，知道吗？表示就是那个叫什么自由心证。你高兴，像那个图也一样，我 A 要放在那里就那里 ，B 我觉得这个 B 的拉回是0.382吗？如果不是，那算了，我就再移，等到下次它再跌下来又有新的低点，你是不是可以一直移动？那是你在移呀。所以那个有定论吗？那没有定论的那每个人拿一个去看蝴蝶，你哪里看都很像。这里要告诉你说，接下来你要理解这个波动的形态，它基本是3个动作。那为了方便沟通，所以呢，往上的就给它一个代号，就1、2、3；往下就 A、B、C， 这是为了方便。你不要跳到波浪理论了。千万不要再跳进去肯定你游不出来的啦！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相信啦。为什么？因为不希望你过了5年后，结果你还是绕不出来啊！波浪理论你绕不出来啊！你回头再看看5年后，你再回来看今天我讲的，
肯定你经过5年后绕一大圈回来，你才会发现摆在眼前的东西就这样啊！你不要，你偏偏要去买一堆书回来，在那里研究波浪理论，你去看所有视频也没有用的，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出发点已经错了。这个东西只是为了方便识别。101010，你的电脑基本代码就这个东西。那请问你在用电脑，你知道你电脑现在在跑是因为这个吗？一般人也不知道啊，怎么会知道？除非你学过，不然你怎么晓得？顶多也就听过啊，什么0与1，对吧？那问题是这个没有用，你要沟通，你要拿来用。所以往上走，像这个动作就是给它1、2、3分辨，往下就 ABC， 因为你不会这里也1、2、3，这里也1、2、3，往上也在数1、2、3，那往下你也1、2、3、4、5波，那你有没有混一起吧？所以那个只是为了沟通方便。所以为什么我不太喜欢跟你讨论到什么波浪理论？因为我讲过啊，波浪理论已经被外面所有这几十年来已经把它讲到烂掉啊，每个人讲都不一样啊。那你只要一讲波浪理论，有的人他学过，他就有那个概念啊，他就认为你在讲什么。然后呢，接下来他会认为你讲错，所以就开始什么争议、争论。学技术分析的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很喜欢跟别人不是讨论，而是争论，要争个我对你错。其实不用争，这有什么好争的？这有什么好争？来看了，不是你怎么数对不对的问题，你要拿起来从头到尾都要一样才对，而不是你数的跟前面那2个人数的都不一样，然后3个在那边争。看了，那再来。你有这个代号之后呢？接下来你怎么去分别这个1、2、3 ABC？ 这里我给你一个简易的判断法，不用1分钟，你就要能够判断。1分钟啊，1分钟内我讲完，你就要能判断。去打开你的股票，去看，这是一档台股月，看好下面的指标就 MACD， 这个为了给你方便，因为你在这个 K 线上面，你没有相当的经验。你没有那么多精力，你这样看不出来的啦，真看不出来啦。这里我还留一条均线给你参考，你要去看看我们前面讲的 MACD 与均线的关系，否则这一条均线你是不晓得那一条什么意思，你还是真不知道。但是有人看过前面的，所以我故意把它留下来。这留下来的意思不是说这均线可以买，这种意思都不是。但是在这里我简单跟你讲这基础没看过也就算了但是在这里既然跟你讲到斜坡形态，那我就要跟你讲一下什么叫做波动，基本的波动它有3个动作。你打开一档股票月，下面这个是 MACD， 来看好，我标示好了，看好。来，先从这里后面看回去来，这里写的2的意思指的是什么？这一段你的 MACD 都绿的，有没有看见绿的？绿色就是一般在讲死亡交叉，它在0轴之上，死亡交叉。在前面这里呢，往前呢，这个是不是都在上面？往上这个是不是在往上？那你前面这里是不是往下？看这下面看下面，你要连着这下面看不然你看不懂从这里开始算，这个爬到0轴以上，这个它就1，再拉回来还在0轴以上，这个都黑的，波谷2，再来一次，这就3。再讲一次，3之后再回来一次，还在0轴以上，这个还是2，再拉上去，这个就3。有没有4？没有4，因为你不需要4。往上的动作，1是红色的，3也红的，2给它不同颜色，代表它在往下，所以它还是什么上下上，再来一个下，再来一个上。再连接一个下，再连接一个上，懂吗？所以这个整个看起来就1、2、3、2、3、2、3。这你一眼最简单，你就这样就判断完了，就这样。一开始你只要这样就好，一开始你不要去学说，那我要怎么数这个3浪5浪然后修正几浪，不要，千万不要，因为你走进去你不会赚钱。你如果要照那种方式进去数，不用玩了。这个东西跟易经是一样的一模一样。有人拿着易经在跟你解说股票今天怎么样走到哪里，我们是不是来卜卦一下，还是来推算？
我跟你说啊，易经不是拿来那样搞股票，不是，而是根本的道理，它是跟易经的卦是一样，零跟一，阴跟阳，那你怎么用它的问题，而不是拿来那里帮人家算命，也不是帮大盘在算。哦，我透过我的易经推算，哦，哪一天怎么样，股价会跌几点？你呆呀、那就外行人才会被骗啊。再来，同样的一档股票，我们再来看周，你再看2遍，你就越来越快，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啦。你要知道，这简易判断的方法，你只要能判断，就能保你命啦，知道吗？学东西第一招学会就能保命，除了保命以外呢，你拿这个能不能赚？能赚，这样再学，而不是说你要一定肯定要学了好几个月或几年才能赚钱，那个表示你可能你自己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再来，这个周波动更大了，更多嘛，是不是来来回回？刚刚那是月，所以你要学什么蝴蝶形态来画给我看，去哪里画啊？这怎么画啊？你画啊，画完都已经3年5年都过完了，你就慢慢画吧。你哪有那种精神去画这个啊？画不了啊。所以通常啊，不会拿那个来，如果拿那个什么蝴蝶的形态拿来跟你套股票，那个其实也套错了。你应该去套那种什么外汇啦，那种什么每天在交易的比特币，那个波动还多一点，而且去短线套。这里看，再讲一次，你看这零走在这里，你一拉啊，这个零走再去看哦，从下面先练习看，零走之上爬上去，这里就1，再拉回来，这里是不是修正拉回来？这里是不是2？这一段2，再涨上去3，下次再回来，只要跌破零走，就是 A， 这样就好了。再拉起来就 B， 再来就 C， 懂吗？再来，这里再拉上零走就是1，再拉回来它就是2，再拉出去就是3。那1、2、3 ABC 你已经有了。你要先最基本的要知道，像这下方这里，这个是不是 A？ 这都死亡交叉，绿的波谷，有一天它会反弹，这个就 B， 接下来它就是 C， 就这样，先知道这样就好。前面一样拉起来1，下面这个有2，再来3，再来2，除非它跌破，如果再跌下去就变 A。有办法拉上去就1，就变1。那1跟 A 它是在定义它的方向，不是一般讲的说这个，比如说这个1就当然就是黄金交叉。那你看到2或者 C 这种2，或者再走西坡，当然就是死亡交叉嘛。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不要用黄金交叉或者死亡交叉去做你的买卖？因为那个不是那个没有那些名称名字反正就是1跟2跟3，那你硬要在那里1黄金交叉我去买，那个你就慢慢买啦。等你了解多一点，你就知道。接下来知道基本的波动之后，你还要知道一件事，那这个干嘛用？1、2、3去2买3卖。如果行情在走 A、B、C 这种，你要去期货或者你做当冲要空股票，不好意思有这个 B 要空再去空，这最基本的。你在 B 空 C 杀下去回补，再动手把它平仓。做股票的人，这个大概跟你比较没关系因为你如果不去放空股票的话，那你就省一半，这一半别管它，你就是找到你的股票是在2的去买，上去3，你就是准备卖，而不是在3买，这一定要知道，这是最基本概念。如果连这个最基本概念你都没有，那你就是随便用什么方法你用任何方法你都是随便用的。好了，下一集我会再详细跟你解说什么基本的波动，还有时间周期。因为你知道基本的，那么你还要知道什么叫时间周期，这个时间周期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些时间周期还要知道什么？波动的周期表，这个有一张表，我看全世界应该也没有人拿这种表给你看过。你去油管上面找这10年内的视频，只要跟你讲到什么波浪理论的，看看有没有这个表，没有就瞎扯淡的啦。
全都瞎扯的。为什么？就书上抄来的就没有那个东西，因为这东西不是书上的东西。既然不是书上，要么你就自己去用你的经验去写出来，不然你就怎么样？不然就不会有，否则就1、2、3、4、5、6、7一直在那里数到延长坡、11坡、13坡，最后干脆来个什么周期费波那系数又开始，哎，就这个3坡、5坡什么7，你又搞费波那系数，把它搞到波浪理论，那个赚不到钱的啊。好了，那下集接着继续讲。